我爹双腿残废，竟命人将轮椅抬上摆放整齐的玄冰垛，再将脖子套进白绫，他要等冰块慢慢融化，轮椅下坠便能缓慢窒息而死。哼，我爹这千亿家产可不能便宜了外人。王爷，这血积压了3年的淤血，竟被这娃娃给气出来了。想继承本王的遗产，圣旨到！陛下急召安王进宫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陛下说了，要把小郡主也带上。陛下，那就是爷爷喽，听起来是个比爹更大的大腿。好，很好，进宫是吧？那就让皇帝好好看看他这个孙女是个什么德行。哇，就连这车帘上的流苏都是用珍珠串成的，我爹可真肥啊！看什么看？爹，我是怕这珍珠掉了，特意帮您看着呢。仍在这儿自生自灭吧。想甩掉我？没门儿！这可是进宫面圣、认证身份、锁定遗产继承权的关键时刻。爹，等等我！爹，你别救小糖糖！那个坐轮椅的冷面王爷跑得飞快，后面跟着个泥猴子似的小团子。3年了，自从那次大战断腿后，朕这个最骄傲的儿子就废了，一心求死，谁也不见。今天居然为了一个孩子进宫。这就是朕的孙女。地板都是纯金的，皇宫果然更富。皇爷爷，您快救救爹爹吧！爹爹他太苦了，爹爹穷啊，府里都没米下锅了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本王何时？爹，你别瞒着了！皇爷爷，爹爹说王府的钱都被坏人骗走了，他活着也是拖累。残疾王爷被家中刁奴欺压，为了女儿能吃饱饭，不惜上吊自尽。混账！堂堂安王府竟然被欺负到这个份上，内务府那帮奴才都该死！父皇，儿臣没……你闭嘴！朕知道你傲气，不肯说。好孩子，苦了你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心疼你爹。皇爷爷，糖糖不苦，只要爹有钱吃饭，糖糖吃土都行。来人，赏安王府黄金10000两，赐御膳100道，把那些克扣安王府用度的奴才全都给朕杖毙。黄金10000两，发财了！这波卖惨简直血赚！谢谢皇爷爷，皇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一个大孝女，这哪里是来认亲的，这分明是想来气死我，好直接继承遗产的。好啊！皇上，永王求见，说是安王府流落在外的小郡主找到了，正带在身边呢。哦吼，那个假千金，我的好姨母苏婉柔带着那个冒牌货来了。安王府的小郡主找到了。皇爷爷，是有人来找糖糖吗？参见父皇。灵儿，快叫皇爷爷。皇爷爷，灵儿好想你呀。这怎么又来一个？哎呀，这哪里来的小乞丐？怎么能在御书房这种地方？好臭啊！陛下，这脏东西别冲撞了龙体。三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捡来的野丫头？居然带到父皇面前，也不怕丢人现眼？姨母，你这记性不行啊！我是顾唐，我娘是你亲姐姐苏映雪。当初不是你把我扔到乱葬岗的吗？陛下明察，这黄毛丫头信口雌黄，灵儿才是安王的亲生骨肉。我用姐姐留下的信物为证。那是我当年给映雪的定情信物。我娘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。放肆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，敢打本王的侄女？来人，拉下去打死！
这眼神是那个杀得敌国胆寒的战神，他不是废了吗？本王还没死，什么时候安王府的人轮到你们来管教了？虽然他是个残废，虽然他脾气又臭又硬，但这会儿好像还挺帅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那块玉佩也是你的遗产，不抢回来等着过年。好嘞，爹！快把我娘的东西还给我！爹说了，这是我的遗产，都是我的。陛下，姐姐临走前把玉佩交给我，千叮万嘱，这是安王当年赠予她的定情信物，里面藏着姐姐亲手写的绝美情诗，设有极为精妙的机关，若是这野丫头打不开，便足以证明她是冒牌货。父皇，三弟妹当年也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她留下的机关定是风雅至极。这野丫头一身市井俗气，只知道要钱，怕是连这玉佩的边儿都摸不透。情诗，映雪当时接过玉佩，只看了一眼，就嫌弃的放在桌子上了。皇爷爷，我试试。要是我打不开，刚才夺的金锁金钗、安王府继承权，我都不要了。哦，若是打开了呢？好，你要是能打开，脑袋给你当球踢都行。我要你的头干嘛？又不值钱。发财发财，招财进宝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开！不可能，怎么是这种开法？怎么不可能？来来来，皇爷爷，请您过目，看看这绝美的情诗写得感人不感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墨渊呀，这确实是你的笔记吧？欠条，顾墨渊欠苏映雪黄金1万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朕记得你当年的字就是这么风骨峭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身份确实无疑了，但这该死的羞耻感是怎么回事？爹，证据确凿，白纸黑字，你欠我娘1万两黄金。如今娘不在了，按照大钱律，我就是第1顺位继承人。父债子偿，不对，是父债女偿。爹，这都过去4年了，利滚利的，怎么也得2万两了吧？您是付现金还是打欠条？那纸条上的日期，这是姐姐失踪前夕。来人，把这2个欺君罔上、混淆皇室血脉的蠢货查出去！行了，既然误会解开，墨渊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吧？爹，是要现在还钱吗？其实我不挑的，银票也行。想继承遗产？想要那1万两黄金？想，那可是我的血汗钱。好，安王府不养闲人，更不养文盲。明天卯时送你去国子监读书。啥？考不到甲等第1，这张欠条作废；考不到前3，没收所有零食。要是敢逃学，本王就用那根绳子把你吊在王府门口当晴天娃娃。爹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商量一下，爹。虽然没死成，但这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。爹，御膳呢？皇爷爷不是赏了100道菜吗？怎么连个响都没有？御膳房送来至少要1个时辰。至于府里的厨房，连老鼠都饿死了。你想吃空气吗？啊！
老奴见过王爷。哟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刚才听门房说了，小郡主想用膳。哎，王爷明鉴啊，非是老奴不尽力。这几个月，王爷治腿的花销如流水，府上早就空了。别说府膳，就是这晚上的糙米粥，还得去隔壁借米呢。借米？管家伯伯，你这肚子圆的能塞下个西瓜，也是喝粥喝出来的？郡主这是什么话？老奴这是为王府操劳过度，浮肿。既然郡主不信，来人！这是王府近3年的开支明细，小郡主若是觉得老奴贪墨，尽管查。若能查出1两银子的余钱，老奴把脑袋拧下来，给你当凳子坐。这账本做的滴水不漏，连户部的老会计来了都得挠头，更别说这字都不识几个的小娃娃了。倒要看看这视财如命的小丫头，面对这如山的假账，是哭是闹。爷，这人是不是傻？我才3岁，让我看账本，这不是虐待儿童吗？我不看。小郡主既然看不懂，那就别怪老奴无能为力了。今晚只有冷水馒头，爱吃不吃。慢着，我是看不懂账本，但我鼻子灵啊。你身上有巨福楼脆皮烧鹅的味道，还是刚出炉不到半个时辰的，还有这酒味。10年陈的女儿红掺了点桂花蜜，只有城南醉仙阁才这么卖，5两银子一壶呢。这野丫头属狗的吗？你说王府没钱买米，你自己却吃香喝辣，这说明什么？几位叔叔，皇爷爷说了，这王府是我的遗产，现在有人偷我的钱，那是欺君之罪吧？郡主此言当真？当真，简直比真金还真。那个屋里查账怎么说来着？对，抄家，给我搜他的身，搜他的房。你敢！我是王府的大管家，是王爷的乳母举荐的人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谁敢动我？动手！出了事儿我担着，我就不信了，在这个家里还有比我这个债主更大的。哇，好多宝贝呀！哇，这玉佩比我爹那块还好。冤枉啊！那是老奴的提己钱。王爷救命啊！大钱户部1000两的银票竟然有2张，这老管家的房间里肯定有更多宝贝。天哪，管家伯伯，你这哪里是管家？你这是把整个王府都搬到你房里来了的吧？你这日子过得可比我爹体面多了。搬出去，全都搬出去！箱子呢？快拿箱子来！怎么，这就是你要继承的遗产？见者有份嘛，爹，拿着，这是赃款。这小娃娃还挺能干。不对，这是精神损失费。这里就是安王府，如此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乃国子监祭酒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考教小郡主的学问。既然小郡主精力如此旺盛，那便现在开始吧。若是不通文墨，明日去了国子监，也是丢人现眼。比讨债更可怕的东西，补课老师上门啦！有辱斯文，简直有辱斯文！王爷，此女满身铜臭，目无尊长，若是入了国子监，岂不是要坏了那池圣贤水的清气？老夫
绝不同意。老头，你吵到我的钱睡觉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你还真的想脱逃？爹，把这老头插出去吧，我在数金子呢，他挡着我光了。祭酒大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安王府虽不复往日荣光，但也不能送个草包去国子监丢人。谁草包？我那是大智若愚。是吗？既然你说自己不傻，那总该识数吧。若是连基本的算学都不通，这万两黄金你也算不明白，放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不如充公。哼，你想得美！出题，现在就出。算错一个铜板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击。哼，好个狂妄的黄口小儿！既然你不知天高地厚，那老夫便考考你。听好了，大前北境有驻军10万，需从京城运粮，路途3000里。征伐民夫5万，每名民夫负重6斗，每日耗粮2升，大军每日耗粮2000担。若要保证大军1月之粮，除去路上损耗与民夫口粮，运抵边关时，需从京城发粮几何。这哪里是考教3岁稚童，分明是科举算学压轴大题，甚至还涉及统筹与损耗，稍有不慎，便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这老东西下手还挺狠。等等，民夫也是人，回城不给饭吃吗？还有，这粮草是精米还是糙米？折损率按多少算？还有中间商吃回扣吗？这得算进成本里呀。按旧例，无回扣，精米速算。哦，那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喽，真不严谨。来人，取算筹来。不用那破棍子，太慢了。55256848，民夫损耗做分母，总乘做分子，积分不对，这里用不上积分，直接套公式。时需发粮643200担又5斗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按现在京城市价，一袋精米1两3万银子，折合白银836160两。而且这个运输方案亏大了，简直是败家子。胡言乱语，何来败家之说？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一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一半，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2000两白银啊！不可能，带老夫算来，一定是蒙的。去搬吧，都搬我屋里去。643200担又5斗，丝毫不差，连那个零头都对上了。怎么可能？心算时息，这简直是妖孽！老头，你这也太慢了吧！要是等你算出来，前线的战士早就饿成肉干了。就你这业务能力，怎么帮我皇爷爷管国子监？要是国库让你管，岂不是年年亏空？祭酒大人，看来本王的女儿虽然不通文墨，但在爱才这件事上确实天赋异禀。这算学一科还需要修习吗？王爷，此女虽有小聪明，但毫无德行，更需入国子监严加管教。切，玩不起。爹，怎么样？没给你丢人吧？那万两黄金是不是可以归我啦？贪财、聪明，还不要脸，还真是像极了那个人。不错。耶！既然算账算得这么清楚，那正好，明日去国子监，除了读书，顺便把这些账都给本王收回来。收不回来，你就别想吃饭。对了，不仅要收本金，利息也得按你刚才心算的标准来。爹，您放心，这活我熟，咱们亲父女明算账，55分。19。爹，你也太黑了吧！那是本王的本金。哼，那是我凭本事要回来的。顾小棠，这可不是小数字。皇长孙萧启借银3000两。28。46。成交。
明天开始，京城那些纨绔子弟要倒大霉了。读书不存在的，我是来上班的。那是谁家的？安王府的吧？你看呐，破马车，那个3岁的野丫头，安王疯了吧？送她来国子监。站住！安王废了3年，安王府早就是京城的笑话。欺负一个没娘疼、爹又不靠谱的野丫头，谁会有心理负担？这鸡真肥，这腿真壮，红烧一定很香，炖汤更是大补。你看什么看？我在看钱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萧琪，你还有脸挖鸡？啊，这野丫头怎么这么大胆子？宣和3年5月，你借安王府本金3000两，用于地下斗鸡场翻本，说是借，其实是偷拿了我爹的印章去钱庄支的。那时候我爹刚断腿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你就去偷他的印章，这笔账你逾期2年了。什么？3000两？那时候安王不是刚受重伤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本王堂堂皇长孙，会缺那3000两银子？证据呢？没证据就是诋毁皇族。要证据是吧？9出13归，年复1年，加上逾期罚薪、通货膨胀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跑腿费以及我现在的误工费，一共是18432两银子。抹个零头，给18500两就行。抹零头是往上抹的吗？你这是超高贷，大钱律法不认。哼，超高贷，这可是昨晚孔方正、孔继久亲自换算的算法。我爹盖了章，皇爷爷都知道这本账的存在。你要是不服，现在就把孔继久叫出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听说昨天这野丫头在御书房把皇爷爷哄得团团转，万一是真的，要是让父王知道自己2年前干的混账事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，改天还你。这是承认了。我爹说了，概不赊账，没钱还债，那就肉偿吧。好。我的大将军，这可是本王花了1000两买的西域神鸡，也就4斤重，肉质有点老。算了，抵你100两利息，剩下的咱们慢慢算。礼部尚书家的李公子，听说你拿我爹的《寒江独钓图》去抵了赌债。户部侍郎家的小儿子，你上个月是不是偷喝我爹埋在树下的女儿红？下一个是谁？快跑！这沙丘在点名。这哪是郡主啊？这是阎王爷派来的讨债鬼吧？我的大将军，我的面子全没了。哼，一群穷汉。安王府连个像样的书童都顾不起了。这种眼神太熟悉了。躲什么？账房要有账房的底气，给我挺直腰板。安静！孔继久特意交代过，绝不能让这满身铜臭的野丫头在国子监好过。顾堂，老夫且考考你的底子。盐铁论开篇，即言国之重利，你将论却言之法这一段背诵一遍，若错一字，戒尺10下，背不出便滚去院中罚站1整日。盐铁论那玩意儿晦涩难懂，别说一个3岁的女童，就是在座的这些10岁少年，能通顺读下来的也没几个，这摆明了是往死里刁难。夫子，这杂役手脚不干净。皇长孙殿下清早刚丢了价值1000金的金甲大将军，转眼就落到了他手里，国子监岂能容忍盗贼？知道斗鸡是怎么来的，这是那丫头讲的。但此刻所有的脏水和杀意都泼向了我，我这种身如草芥的杂役，权贵们想碾死，连个理由都不需要。更何况现在人赃俱获，只要打不死，就还能……盐铁论是吧？不就是算国库的进项吗？背多没意思，我给你算算账。荒谬！经典岂是算？大钱盐铁官营，沿海主盐，1斤盐的本陈是3文，卖给百姓1斤20文，利润6倍。
但这叫赚吗？不，沿途州县设卡36处，层层盘剥，过路费抽走3成，运抵京城，仓储漂没又报损2成，20文的盐，国库只能收进4文。这盐铁论写的不是治国，写的是大钱这帮蛀虫的贪墨明序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报出的折损率和过路费关卡数，竟然与户部上个月呈递内阁的密折分毫不差。这真的是3岁能懂的东西。背完了，接下来咱们算算另一笔账。赵德柱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。宣和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还不承认？按照当初立下的契书，9出13归，逾期2年不还，连本带利。你现在欠我安王府8360两白银。他每天经手的流水能买100只鸡，那鸡白送他炖汤，他都嫌塞牙缝。赵德柱，你忘了你欠的欠款了吗？8000多两的巨款，要是被我爹知道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王府的印章白纸黑字盖在账本上，那是赖不掉的铁证。郡主饶命，那钱我还，别告诉我爹。堂堂户部侍郎之子，被一个3岁女娃用一张账单逼得当众下跪。安王府那账本是个什么邪物？算盘一响就让人跪了。那是我13年的人生里从未见过的风景，把我从烂泥地里拉了出来，并在我身上贴了一个安王府私有财产闲人免动的标签。我是账房，简直放肆！顾堂，你敢在国子监逼迫同窗下跪，此等行径与市井泼皮何异？你不是自诩算账厉害吗？孔季就有令，半月之后便是国子监月考。你既然入了国子监，就必须下场。你若不能在算学和策论上堂堂正正赢过灵儿郡主，你就给老夫滚出国子监，并且交出你手里的那本妖账，从此不得踏入长街半步。顾灵儿可是自幼请大儒启蒙的才女，顾堂一个刚会数数的3岁孩童，怎么可能赢？这摆明了是要借此机会彻底废了安王府的翻盘资本。真的假的？这谁知道啊？沈不凡，我们发财了！哥，这月考代考的生意你接不接？赢了，全京城的欠款，我的抽水就算你半成。代考？他找个杂役代考？我看这安王府是真穷疯了，病急乱投医，荒唐！滑天下之大稽，国子监月考乃是朝廷选拔栋梁的基石。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下贱杂役，也敢妄图染指考卷，这是把孔圣人的脸面踩在泥里践踏。把那幅漕运折损核算图挂出来，老夫今日就要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看看什么是学问。是。这顾堂，这可是户部尚书去年亲自出的考题，别说他一个扫地的，就算是户部那些拨了半辈子算盘的老吏，看着这图也得算上整整3天。他要是能看懂这上面的一行字，本王今天就当着全堂的面倒立把这方砚台生吞下去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少废话，开盘口，我坐庄，压我哥解不出这破图的1赔1，压我哥能解出的1赔10，买定离手。有种的就拿钱砸我，别光动嘴皮子。白捡的钱不要白不要，这野丫头是来散财的吧？本王压她是个废物，解不出。我压500两，解不出，我压1000两银票，我把这块玉扳指压上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一句到底会不会算，就把后背交给了我。哼，装模作样。这他连算筹都不用。他写的这是什么算法？没有天干地支，直接列阵。哇！解好了。不对，这图上的题
出错了。什么？图卷第3行引用9章算术商工篇推算粮仓体积，但出题人显然连最基础的方窖与原屯的容量公式都弄混了，将方窖公式套用在原底粮仓上，导致漕运折损基数硬生生少算了整整2成，连题目都错漏百出，也配拿出来考教学问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脸面？真的写错了！户部尚书亲自出的题，居然连基础公式都套错了！啊！哥哥威武，天神下凡，财神爷附体！承让，多谢各位老板打赏。这大清早的，诸位不仅来听课，还顺带扶贫，真是大善人啊！我的运费，我这个月的月银全没了。堂兄，图姐出来了，你是打算红烧这方砚台，还是清蒸啊？你敢逼本王？怎么输不起？你一个杂役，也敢用胡编乱造的算术蒙骗本王！来人，将其拿下！在王子前，这群权贵解决我，比踩扁一只蚂蚁还容易，但我不能退。哥，不要怕！住手！狂妄小儿，胡乱涂鸦，竟敢妄言户部尚书的题卷有错！国子监乃圣贤之地，容不下这等狂悖之徒，打折手脚，扔进诏狱。就是一个扫地的，懂什么9章算术？肯定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。打折他！这等杂役活着也是浪费米粮。王爷爷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抢你的钱了！放肆！拜见吾皇万岁！陛下怎么会微服出巡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啊，皇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沈的账房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您的孙子说好了要生吞砚台，现在也不吞了，他欺君啊！袁启，你要打死谁？皇爷爷明鉴，是这，不是小君主，是他伙同一个杂役作弊，辱骂夫子，污蔑朝廷命官出的考卷，孙儿只是维护国子监清誉。精妙绝伦，旷世奇才，孔继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此浅显的算法谬误，旁人一眼便能识破，你却浑然不觉。户部重臣耗时整日，竟不如一位布衣用心，尔等实在失职。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，那方砚台你便亲自舔舐干净。舔！啊！你们竟敢！拿着，刚才说好的，分你半成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命便是他的。不对，这等常用的仓储折损公式，就算是户部刚入职的书吏也不会弄错。臣不知，30个老吏齐算，不可能看不出这个错漏。这绝非算错，将原屯按方窖计算基数，便凭空多出2成，这是借损耗之名私吞北境大军的军饷粮草。皇爷爷，那个，既然我哥帮您查出了这么大的贪腐案，挽回了上百万两的损失，这追回的赃款，您看能不能按10%给我结一下反贪奖金？反贪奖金？朕的国库都被这群蛀虫搬空了，你还敢来薅朕的羊毛？想要钱自己去抄，持朕金牌令箭，龙骧卫任你调遣，给朕把户部查个底朝天，查出来的赃款，朕分你1成。一群毛头小子也想跟老夫斗，我早就把家产转移干净了。好个黄毛丫头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要抄家？好啊，老夫今日便撞死在这石柱上，看天下读书人如何口诛北伐你那个残废爹！老头儿，演过头了，哥，别管那些了，请你帮这位大人好好算一算，这尚书府的耗费明细。大前正一品官员岁俸10080两，赵大人入朝30载，不吃不喝合计30万2千两银子。正堂立柱外是普通漆料，内里实为珍稀金丝楠木，一根市价2万5千两，此处共有12根，共计30万两。这院里的假山石看似寻常，
实则是江南特供的太湖奇石，一石运费1两银，这片石镇光运费便要6万两。天啊，这赵府用金丝楠木做柱子，还说没钱！天哪，这一根柱子够咱们全城百姓吃1年肉了！乖乖，那是祖上余荫，先祖随先帝征战，这乃是朝廷赏赐。你们无凭无据，怎能私闯民宅？要证据是吧？陆叔叔，这种空心墙一般怎么开？空心墙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老夫的祖宅，你敢动我一砖一瓦，老夫就……我就拆！哼！发财了！心理素质真差。陆叔叔还愣着干嘛？拿秤，拿箱子！哼，快去！快把我的奖金装起来！贪官死有余辜，抄得好！安王府小郡主是活阎王！哇，这么沉，一定是压箱底的大宝石！别动！这个赵维远不仅仅是贪官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通敌帮凶。启禀王爷，据探子来报，小郡主砸了户部尚书府的正堂，砸出了5万两金砖，赵维远吐血昏迷了。好得很，本王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去国子监开盘口，抄朝廷正一品大员的家。这大孝女真当满朝文武是纸糊的，备好家法，等她滚回来，本王今日非打折她的腿不可。爹，我把你将家产输给永王的欠条找着了，把你剩下的私房钱过一下户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小郡主疯了，王爷本就在气头上，他不仅不知错，还敢当面咒王爷破产死绝，这简直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跳舞！混账东西，本王今天非抽你不可！跪下！哼，少吓唬人。3年前，10万北境铁骑全军覆没，我的双腿也被敌军的马蹄应声踩断。我找了3年的真相，此刻就在这张羊皮纸上。原来不是敌军狡诈，而是我的好兄弟永王萧玄联手户部尚书，将我军的粮草和伏击点尽数卖给了外敌。国仇家恨，10万亡魂的惨叫在耳边凄厉回响，如岩浆般炽热的悲愤在疯狂撕咬。看清没？这烂摊子本宝宝可不继承。王爷归天了！困扰王爷整整3年，连太医院院主都束手无策的经脉死结，竟被小郡主气出的这口郁结毒血，连带着破防的绝顶怒气，硬生生冲开了。哇哦，爹，你诈尸了！你内力这么高，去天桥底下表演胸口碎大石，一天能赚多少钱？55分账干不干？碎了3年的腿，有知觉了，想分账？哼，好，本王就先用仇人的血给你筑一座金山。王爷，赵维远被抄家密信入安王府，立刻封锁城门，调集所有私兵，拿本王虎符去京郊大营调兵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今夜踏平这安王府。这绝不可能！杀了他，给本王乱刀砍死他！哼！本王站起来了，就是为了给我女儿筑金山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强势的威压，这熟悉的杀气，安王战场杀敌的英勇模样再次出现了。我们的战神回来了！末将参见战神！末将参见战神！参见战神！大势已去。各位叔伯，造反未遂也是重罪哦，免死金牌摸一次1万两，看在我爹的面子上打个8折，支持地契抵押和分期付款哦，手快有手慢无啊！前面那位小胡子叔叔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必须摸2下转运。
这是刚才那个差点被射成筛子的小郡主，他怎么在卖免死金牌？我跪在这里，是认主归宗，还是来逛庙会的？武堂，给本王滚回来！王爷且慢，末将今夜接到兵部调令前，再呈交截获此物。这是苏映雪当年失踪时贴身佩戴的玉镯。死事咽气前交代，若王爷站不起来，3日后便让您去断肠崖给王妃收尸。娘还活着。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，瞬间点燃了顾墨渊压抑3年的滔天怒火。他周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气，几乎要将整个王府冻结。传我将令，调集龙香卫，随本王。爹，您先等一下，救娘亲可是个大项目，风险高，投入大，得另外算钱。咱们得先拟个合同，把预算和我的项目奖金都写清楚。我的怒火被这荒唐的言论噎得一滞，随即却笑了。看着眼前这个满脑子都是生意经的女儿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我明白了，这孩子是在用他独有的方式提醒自己，不可鲁莽行事。黑衣人挟持的女子，难道是苏映雪？本以为顾墨渊会带兵强攻，没想到来的竟是这个视财如命的黄毛丫头。钱都在这儿了，放开我娘！别急呀，我得先验验货。快跑，快跑！娘亲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不在的这几年，你不仅没赚到钱，还欠了女儿这么多债。上面罗列的一系列款项，这都是我应得的。从此，安王府的库房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中，而对我来说，安王府真正的遗产，此时才算真正到手。